大家好，欢迎来到家乐的频道。今天我们来聊月球。有很多迹象显示，我们的月球好像是为地球量身定制的，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多的巧合。而随着我们对月球的了解越来越深入，就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相信月球是人造的。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人类文明在地球上可能不只是有一波？地球已经存在了46亿到50亿年，而我们人类的历史才600万年，所以这么长的时间，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证明我们是第一批生活在地球上的高度文明。上一波人类可能比我们拥有更高的科技，他们为了使地球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好，所以人为制造了很多东西，而这些东西被我们现在的人认为是天然形成的。这听起来好像很不真实，但是你看完今天的视频，可能会改变你自己的想法，因为月球的真相比人为捏造的故事更像故事。其实我们人类对月球的了解并不多，我们第一次了解人类对月球的研究应该是在我们中学时期的历史课本上。美国的阿波罗计划是吧？标语是个人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这就造成了一个我们人类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征服月球的一个假象。但其实人类自从1969年到1972年那几年间，美国报道他们已经登陆月球之后，就再也没有哪个国家载人登陆过月球了，这就非常可疑。据说当年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之后，他回给地球这样一句话：这里有另外一艘太空船停泊在另一边的陨石坑，正在注视着我们。虽然官方不承认这件事，但是这个事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阿姆斯特朗从月球回来之后，从来没有公开站出来说过我没有说过这句话。所以如果这真的是谣言，那最好的辟谣方式不就是让当事人站出来说自己没有说过这句话，那不就行了吗？但是阿姆斯特朗从来没有否认过这句话。其实自从1972年美国的阿波罗计划结束了之后，就一直有很多科学家在质疑美国的这次登月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既然都这么说了，那肯定是有一定的证据。首先大家不要把载人登月跟载人航天归为一类，这两个差别太大了。中国的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神舟5号，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它当时的飞行轨道的高度是离地343千米，它是围着地球转。而载人登月的距离是38.4万千米，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我们全人类去过最远的距离就是美国1972年这次阿波罗计划，人类登上了月球。从那次之后，我们人类就再也没有哪个国家有能力登上月球了。事实上，直到现在，美国也没有再次登上过月球，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疑点。不可能世界上所有国家的航天技术到现在都不如美国1972年发达吧？其实当年美国的这次载人登月里边牵扯了很多的政治问题。因为当时美国和前苏联有一个太空竞赛，再加上古巴导弹危机等等，还有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早在1961年就说过，美国要在10年的时间里把人类送上月球，这牛皮都吹出去了。眼看着到了1969年，这个计划还没有完成，所以这各方面的压力就使美国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得不向世界证明他们有能力登上月球。所以在1969年他们直播阿姆斯特朗登月的视频。其实在时间这么紧迫的情况下，美国拍一个登月的影片要比他们真的登月简单多了。而且在当时就有人说过，拍摄这个影片的就是他们当时的著名的导演库布里克在好莱坞给拍摄的。美国登月的这个事儿疑点太多了，根本就经不起推销。如果大家感兴趣，我们以后可以单独的讲一讲这个事儿。先不说登月的这个事儿就说我们对月球仅有的这点了解，那把它列出来都有很多的巧合。这些巧合就像是人为捏造的那样不真实，因为月球好像是为地球特意而生的，它更像是地球的一个零件，而地球有了这个零件，它会得到很多的好处。那我们下面就来具体的说一说月球的这些很不自然的自然现象。月球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面对着地球，另一个面一直隐藏在后面，我们看不见。所以月球虽然是球形，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它是有一个面是正面，有一个面是反面，这就很奇怪吧？这个现象叫潮汐锁定，我们用现在的科学技术已经可以解释得通了。这个问题很复杂，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网上搜索潮汐锁定，就可以知道这里边的原理了。
但是你想不想知道月球的另一面长得是什么样的？虽然载人登月，人类历史上就美国的阿波罗计划那几次，还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但是人类已经无数次将无人的太空船发射到月球了。所以通过这些照片，我们现在是可以看到月球的背面的。这张呢，就是美国在1968年发射的太空船拍摄回来的月球背面的照片，跟月球的正面比起来，背面明显粗糙得多，上面全是陨石坑。这就说明月球曾经无数次替地球挡过子弹。这些陨石坑就证明，如果没有月球的存在，这些陨石坑很有可能就出现在地球上了。很多靠近地球的陨石都被月球挡在了外面，所以它的背面看起来是伤痕累累。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月球好像是地球最外层的一个保护球。通过这些陨石坑，我们又可以看到，这些坑的大小都不一样，说明这些陨石在撞击月球的时候的力度是不一样的。有的陨石的冲击力大，所造成的陨石坑就大；有的陨石的冲击力小，造成的陨石坑就小。你想，这些陨石如果是落在地球上的话，那肯定是它的劲儿越大，砸的坑就越深，是吧？但是在月球上就不是这样的，月球表面的陨石坑无论大小、深度几乎都是一样的，好像月球在这个深度有一个硬壳，也就是说，无论这些陨石的冲击力有多大都没有用，无论你是鸟枪还是大炮，都打不进月球的这个硬壳。这是不是又印证了月球就是为地球专门挡子弹的？我们来看看月球的尺寸和距离，那也是相当的有设计感。月球的直径是3476.28千米，到地球的距离平均是38.44万千米，其中近月点的距离是36.3万千米，远月点的距离是40.6万千米。而我们用月球的直径乘上108，等于37.5万千米。也就是说，地球到月球的距离正好可以容纳108个月球穿成一串，一字排开。为什么是108呢？巧就巧在这儿了。在佛教里边，108这个数字就是代表圆满，最上等的佛珠就是108颗。在他们祈祷或者是超度的时候，他们撞的钟也是撞108下。在中国，很多的传统建筑也喜欢用108这个数字，比如北京的天坛，祭天的地方是吧？天坛最下面的廊板就是108块，每层的石廊也是108根。不光是佛教，在很多古老的宗教里边，108都代表的是一个很好的数字。这就再一次印证了月球跟人类的主观意识似乎存在着某些联系。月球是空心的这个理论，最早是前苏联的天体物理学家瓦西里和谢尔巴科夫提出来的。他们当时提出月球是空心的，它的内部存在着一个极为先进的文明世界。一开始他们这个理论根本就没人信，太扯了是吧？根本就没有理论依据。但是随着我们人类对月球的了解越来越深入，就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相信这个理论了。这个理论在1969年美国阿波罗计划之后再次被炒起来，因为据说美国在月球上做了一个实验，叫阿波罗月震实验。当时放在月球上的一个月震仪显示，月球遭到撞击之后震动的时间长达55分钟，这就像是撞了一个空心的铁球一样。但是这个证明不是很具有说服力，因为阿波罗计划是不是真的把人送上月球了，都有很多人质疑，更别说在上面做的实验的数据了。抛开阿波罗计划的这次实验，还有很多发现证明月球的空心理论，比如月球的密度很低，它跟其他的星球的密度不太一样，像地球、金星、水星这些星球的密度都在5点几克每平方厘米，而月球的密度只有3.3克每平方厘米。再加上很多月球背面的照片都拍到了月球背面好像有一些很深的黑洞，这在正面是没有的，没有人知道这些黑洞是通向哪儿的。还有流传的一些视频，也不知道的真假，上面拍摄了有不明飞行物从这个黑洞里边进出，所以就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月球是空心的，里面住着外星人在时刻监视着地球。其实很有可能地球上的人类文明不只是有一波，在几亿甚至几十亿年前，上一波地球的人类已经有了很高的科技水平，他们为了使地球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好，于是创造了月球，同时在地球上建立了金字塔与月球联系。在1966年，环绕月球的太空船就拍到了照片，上面显示月球的背面有很高耸的建筑物。前苏联的太空工程师认为这些建筑物与埃及的金字塔的布局很相似，但是 NASA 则拒绝对这群建筑深入调查。
这就让人不得不怀疑，美国是不是真的知道一些不能公布的事情。至于上一辈人类为什么从地球上消失，那很有可能是他们遭遇了什么不可抗力的因素导致了灭绝，也有可能他们找到了一个更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然后全部搬了过去。在搬走之后，他们毁掉了所有他们曾经生活在地球上的痕迹。金字塔和月球就是他们没有毁掉的东西。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们现在看到的 UFO 很有可能就是地球以前的那一辈人类，也许他们现在就在月球里边，用远高于我们的技术在时刻关注着我们。那么在这里，今天的话题我就分享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我的频道是专门讲有关历史上的奇闻趣事、未解之谜。如果你也喜欢这类话题，不要忘记点击屏幕下方的订阅，这样才不会错过我以后更新的视频。那我们下期再见。